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小帅哥伟霆，伟霆来帮我们介绍这一支。伟霆今天怎么特别高？因为我挺胸，他抬头挺胸，而且他今天衣服有配合这支香水的颜色哦。学姐的眼影也是紫色，都是紫色。哦，对哦，我刚好也是对。这一个品牌是在我们大概3-4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进过，不过那时候就是还是之前的代理商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价格也不是很好，然后最近因为要重新代理再进来一次嘛，对，他们有在多做一些宣传，所以最近这个品牌还蛮多人在询问的。然后我们之前就有进了这一支，不过这支比较特别，它是之前的限量版本的包装，它现在又重新上市，然后把它变常态了。对，然后有4个颜色，对，紫粉、黄绿，它是紫色，然后这支是紫色。但大家如果看到这支的话，我们这支是限量的包装，对不对？对。现在是不是又长得微微不同？现在是一个小书。可以拉开来是一本小书，对，但是还是很漂亮，然后都很漂亮。这一支的话是梅蒂奇花园的鸢尾，是的，这个是鸢尾，就是用紫色当鸢尾的颜色。那我们来闻一下它的味道，其实我之前有闻过啦，伟霆之前有闻过吗？有闻过，我们都有闻过，但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味道。它其实还蛮美的，对，它新旧包装都是这个玻璃瓶，然后后面有这个。圆弧的感觉，我觉得它的那个包装很有分量，就是有它的 logo 啦，圣塔玛利亚这个品牌的 logo 面，然后前面的紫色的那个标签，整个也很漂亮，紫色就是有带到它花园的那个氛围。然后大家看到前面这个是因为喷到香水了，所以它有点变成白色，但是感觉好像变渐层，不是纸而已哦，它那个标签上有一点丝绒的感觉。对，这种摸起来很舒服。哦，真的有点绒布感哎，对，所以才会遇到酒精，然后会变那样。它是一层绒布哎，它不是纸而已，很舒服。所以用的时候记得喷头压到底，让它整个喷雾扩散出来。好，就不会往下流。那我们先来先上升一下，我们来试看看它的香味。你先，哪边？哇，的手，就是看我手那么白皙耶，怎么那么白皙？比我还白。我是吸血鬼耶。白天都没有来出门哈，只有来我们这边。我是很喜欢它的前面的味道，就是干净的鸢尾花。对，来没有什么闻一下土壤的感觉。好，这可能就是陈明老师昨天说的那个，可能它的紫罗兰跟鸢尾的比例跟紫罗兰同，他是说昨天就是我们陈明老师因为不太敢闻鸢尾的味道，但是紫罗兰它可以。然后他后来就想说，他去研究为什么有一些紫罗兰香水它鸢尾花的香水它可以，就是标榜说有含加鸢尾的可以。最后他发现说，其实鸢尾的这个香料里面其实是由鸢尾酮跟紫罗兰酮这2个去组合的。对。那如果他今天鸢尾的酮它的比例成分比较低的时候呢？他比较怕的那个味道，他就没有，就比较少。粉跟那个土壤的感觉比较少，就 OK。那这支它应该可以啊，这支很单纯的紫色，它就很舒服。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舒服的鸢尾。对，不过这支很干净，但是可能。但对我来说，它还是很纯粹的鸢尾啊。就是如果说你可能像陈明老师，他是非常怕鸢尾，他那一天他应该这一次还是不行，对，就是，但是或许哪一天又可以啦，因为有时候有些味道我之前不喜欢或不敢闻的，结果过了1-2年之后，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如果你之前有怕某种味道的话，你可以在。现在要再去尝试看看，换个季节，换个温度，换个心情的时候再去试那一支香水，说不定你会觉得那个味道，你现在可以接受。对，它这个气味的尾韵有一点花瓣的那个瓣叶的感觉。我觉得它除了鸢尾之外，它一定有搭配其他不同的花香。对，有一点花瓣的感觉。对啊，所以我们先请伟霆，伟霆，你看你觉得形容一下你目前闻到的感觉。我觉得是很纯粹的紫色，它现在的紫色的呈现还蛮明显的，对，然后不会很粉，它跟那个本身刚洗完澡洁净的那个出浴的感觉
跟那个鸢尾的粉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层白气这样。然后闻到后面还是有一点百花齐放的那个花瓣的那个感觉，闻到底的尾韵。对，所以它后面的那个尾韵的花瓣的感觉多了一点女人味，不会让你觉得这只是洗完澡喷的那种感觉，后面还是有一点女人味，我觉得还不错。对啊，你呢？那 Cindy 觉得这一支我之前上身的时候，第一印象就蛮好的，因为它的第一印象就是鸢尾的那个香气非常的集中突出。不太会闻到太多其他杂质的味道，然后前面就是很干净的鸢尾花的那个香气出来。那中后调我们待会再说，就是它刚开始的呈现，我就觉得还蛮喜欢那些，不管是包装或是它的味道，都是很鸢尾花，对。就是如果你喜欢鸢尾花，这支是一定会喜欢的啦。刚刚一开始有一点点紫罗兰的氛围，但我现在整个是鸢尾花大突出，它整个鸢尾的味道跳出来，但是是一个很干净的鸢尾花，然后我觉得它这一支调的就是把鸢尾的香气突出，然后其他花香陪衬。那陪衬的原因是因为要让鸢尾花突出，所以你不会觉得其他的花香会抢过鸢尾花，但你又会觉得在旁边陪衬的刚刚好。觉得一开始的气味是还蛮舒服。那你们会觉得前段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你会觉得这支香水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这支不会有人对你皱眉头，就是你。不管谁喷在什么场合都是蛮舒服很体面的味道，它没有任何侵略性的感觉，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误会你是不是刚梳洗完盥洗完，觉得可以把它当成微体香的一支香水吗？对，但是它的气场又有带出来，对，我觉得是会被周围的人欣赏的味道，这个牌子的特色就是可以凸显个人风格的一支香水。它其实往细节去闻的话，还是有一些绿意啊，一些别的花香，但它都是零零碎碎的，就是为了要垫那个鸢尾。Cindy 呢 ？Cindy 觉得很喜欢它的味道，就是我说刚开始鸢尾很明显嘛，然后但是它慢慢开始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其他的花香，在旁边衬托它，但而且就是这样深吸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味道很不平凡，就是一个你平常我们在一般香水其实也不是那么常见。比如说有些是鸢尾，但是可能带更多的一些粉感啊，或者说有些鸢尾可能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会有这种什么口红的味道啊，因为有些以前的有些比较专柜口红会加鸢尾嘛，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其实是这样连接在一起的。但它这一支的话，它又多加了绿感进去，所以我觉得它中后真的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在鸢尾花花园的感觉，就真的很舒服。那你说场合，我觉得任何场合都可以穿它。就是让我想到希爵夫的那一支鸢尾。哦，希爵夫那是 Iris 吗？它好像是佛罗伦斯当地的牌子。这个对，是啊，然后人家说真正好的鸢尾其实很贵，都在那边吗？对，然后他们是当地的原物料直接用的，这个我相信，所以就没有对你看这个品牌它的，因为它本身以保养品起家的，然后也有出香水，所以它的原物料应该都是用很好的，对，就是佛罗伦斯当地很好的材料，对，它也是意大利的。算是国宝级的品牌，它的价钱很实惠，对，所以它原物料用很好，香味又很有鉴别度，又有唯一性，就价位蛮实惠的。我相信去意大利玩都会被带来去他们家的门市，对，因为他们还有很漂亮那个吊起来的香皂也很美，有那个香氛，然后有跟真的就是这样子图案的那个香皂，就是你。看到瓶子的图案的香皂，对呀，是这个图案，这牌子还不错啦。我觉得有机会有的话，我们就会尽量去多介绍给大家。你刚刚学姐讲到她的保养品，她的那个玫瑰水很好用，对，前段有机的感觉。我觉得它的鉴别度很高啦，喷在身上擦身而过，会让人家记忆点很高。因为真的很像体香，别人第一印象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刚洗完澡？然后结果它的花香气就淡淡的，
被带出来，对对对。所以你前段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对，所以算是会被人家留意的味道。对，我还蛮期待，等一下后面会变成怎么样。好像因为现在是百花盛开的感觉，然后鸢尾突出。等一下看后面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哦，好，等候掉，再见。后段，好，后段来了。我们刚刚中间又经历了很多绝版好香，所以在伟霆手上后段呈现什么氛围呢？我再评一下，我现在有点混乱。那我先讲我的好了。好，我刚刚本来是盛开的花园陪衬的鸢尾，但我一度别的花差点要压过鸢尾。可是现在整个又退花香，其他花香都退掉，然后鸢尾又上来，很像那种带皂感的鸢尾，真的就很像我已经刚刚前面讲洗完澡那种很干净的鸢尾花香。我现在觉得整个变纯洁的小天使。现在就是很洁净的味道，已经闻不太到其他陪衬的花香了，连那个紫罗兰都退得差不多了，剩薄薄的鸢尾，然后跟很洁净的那个气息。我连什么小苍兰，紫罗兰的话是我们刚闻到有带一点绿感的那个部分吗？对对，还有绿感可能是小苍兰也有，剩一点底蕴而已。但是现在那些都我是不见了，我不知道在辛迪的手上还有。我觉得被压缩的很薄，没有那些气息，就是现在还是以鸢尾为主，对，然后再加皂香感，对。但皂香整个占了大体的70%，所以它在后段在我们3个手上香味变很一致很舒服因为它现在这个后味比较像他们家的那个基调。通用的，对对对，固定用的基调，然后再加那个薄薄的那层的鸢尾。我已经刚原本我们在镜头外也有提到说，就是这一只跟那个它原本有一只小苍兰那一只，你觉得有像吗？就是蛮像的，因为它的时候，因为小苍兰那只以前叫做鸢尾，对，然后后来出了这只后，小苍兰那只就改名叫小苍兰了，它是从鸢尾变小苍兰。小苍兰是哪一个颜色的？它不是它是基本款，它是基本款，对，所以它的基调跟那只小苍兰还是很像，只是那只小苍兰的鸢尾会退更快，会只剩下小天使，那它这只是紫色的小天使，了解，很舒服啊。所以等于其实它就是用可能同样材料的花香，它每一支用不同的比例去调整，你可能闻到的氛围就会不一样。这支就以它这支的鸢尾用比较多。这一支如果喜欢鸢尾的人我真的大推。还蛮古典的，它的鸢尾我觉得很古典。对，他们家的味道一直也是给我一种蛮古典的感觉。对啊，就是几百年、300年仙女的感觉。它有300年，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是100年。它这也是100年的香水品牌，没错。确认一下，蛮鲜的。好，我们要来给它评分。好。伟霆会给他几分？9.7。9.7的原因是，一般你我很喜欢这个牌子，然后跟它的那个香气组成的唯一性很高，你在其他牌子找不到这么洁净舒服的味道。对，它几乎每支都是这种底，对，然后它把鸢尾呈现的也很仙气，是不会让人家皱眉头的那种的，很像披一层雪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小扣分的是鸢尾退的比较快一点。对，我希望它一直都是前调那种感觉，再更炸一点的。对对对。你喜欢更没有？我希望它的中后调都跟前调那种有趣。你希望它更线性一点。对，可是因为它的中后调并不是变化，而是退调，是它小可惜的点。对，但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体验。Cindy 呢？我应该9.5。9.5。它的味道我个人还蛮喜欢，但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花香在它中间那一段就是有跑出来的感觉。如果它就是可以像前面就是很纯粹的那个鸢尾，对，紫鸢尾的这种香气，就是更再
洁净，就是再更纯粹一点，分数会再更高一些。是哦，它可能中间就是它有在，就一开始它鸢尾出来之后就很好闻，我觉得那个味道非常非常很惊艳，对对对。然后可能中间它又跑出来很多其他的花香出来，可能有小苍兰或者紫罗兰其他的那种香气，还有一些绿感，但就是到中后之后，你就会觉得，它的鸢尾褪去可能20%甚至80%。如果你前面满足我们的那个部分是100%的话，我觉得它后面可能大概剩下70%-80%。对，前跟后都喜欢，中间有一段微微觉得就是繁花似锦了一点这样。对，但整体是一个很干净舒服的味道。我会给它9.8因为我觉得它前面有把鸢尾整个凸显出来，所以喜欢鸢尾花的人这一支我觉得一定要收。然后它后面那个其他的花香跟皂感呢，又让不是那么爱鸢尾的人，可能你也可以来试看看。如果你想要找一支启蒙的鸢尾，那我觉得这一支你可以来试看看，因为它不会让你，它不会太过于鸢尾，所以你后面的味道又可以让你觉得鸢尾是可接受的。所以如果想找一个开启蒙的鸢尾花，这一支我就很推，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百花盛开，然后又凸显鸢尾紫色的鸢尾站出来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有的。对啊，就是看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类型啊。因为像我们可能会比较，就我刚刚会讲说，我觉得它中间的花多一点，就是我可能把它拿来跟比如说香奈儿有一支那个法式别墅的泡萨，那一支我觉得它那一支的鸢尾就是在更洁净干净一点的感觉，就是很非常非常纯粹的。对。那如果说你喜欢，像刚学姐说，就是你要找一支入门的鸢尾，对，这一支我觉得适合。你可能会好奇说，鸢尾花它到底什么味道？来试这一支，那又是很美的一个香味，这样子，很好。当然，虽然有感觉不一样，讲一点它的缺点，但以鸢尾花主题的香水，它还算是高标的。我觉得它还是走在最前面的那几支。对啊，他们家的香水本来就不是会怎么讲大名大放，应该这样讲，它本来就是舒服自然在你身上。所以可能你如果跟其他品牌的香水的鸢尾比较起来，可能你刚刚讲的那个缺点是存在的，可是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以他们家的特色来讲，这一支鸢尾的表现我觉得是好的。那如果你想要找一支入门的，我觉得是 OK 的。那基本上整个包装跟香味，我觉得应该是完美收的，是完美的。包装就很漂亮，就是我们3个其实喷在身上，走法难得是一致的。对啊，因为大部分有的香水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会不一样。就这一支的后段，既然在我们身上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一支还是蛮值得收的啦。这支就必收款啦，我觉得这样讲，对，真的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大家可以来试看看。只有不喜欢鸢尾的会不喜欢，不喜欢鸢尾的人，不喜欢的鸢尾的人，我都觉得反而可以也会接受，因为它可能是你的入门款，对。可以来试看看。陈明老师表示无法接受。他还是不行。他有试过了吗？我会给他，我说这太优惠了。没关系，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来试看看，因为有时候每个调香师调出来的氛围还是不同。对啊，多方尝试，你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对，这支很美，很秀丽啊。对，好。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可以让你对这个品牌还有这一支香水多一点认识。欢迎来试香，拜拜。好像30秒，对不对？对，30秒。跟不起来啊！我来把它剪掉。可以把这段剪掉吗？老板会剪片吗？可以啊，就弄掉就好了。我就把它整个。